今天我要说的跟您想的不一样，大家都怕吃太咸，但真正让很多长辈头晕、无力、半夜抽筋甚至跌倒的凶手不是老化，竟然是缺盐。各位观众，您知道吗？少盐护肾这句话可能正在害您的长辈。我当医生这些年，看过太多长辈因为吃太淡反而把身体搞坏了。这绝对不是要您乱吃咸，而是要让您明白，极端低钠饮食的陷阱比吃太咸更致命。最后我会教您一个厨房3样食材就能做的电解质饮品，帮长辈快速恢复体力。如果您家有长辈，请一定看到最后。先说吃太咸为什么不好，这不是废话，而是为了对比。盐吃多了，身体会锁住水分，血量增加，心脏得像老牛拉车一样拼命做工，长期下来血压飙高，心脏肥大，血管壁受损。这些损伤日积月累，哪天斑块一脱落，就是中风或心肌梗塞，肾脏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肾丝球就像细密的滤网，天天被高血压冲压，慢慢就失去弹性，滤不动了。等到您发现不对劲儿，肾功能往往已经掉超过60%，很难回头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天吃盐不超过5克，大概1小茶匙，但台湾人平均吃掉9.4克，快2倍了。更麻烦的是，盐不只来自汤匙、泡面、酱油、香肠、腌菜，运动饮料里都藏着钠。台南有位64岁的洪伯伯，爱吃卤肉饭配酱瓜，血压飙到95/155，肌酸酐也偏高。后来他听我的话，改用姜、葱、蒜9层塔调味，3个月后血压降到130以下，脸也不浮肿了。您看，减盐不是吃无味的东西，而是换一种更聪明的调味方式。但接下来这个才是今天的重点。很多人像彰化的福伯一样，听说吃咸不好，干脆完全戒盐，饭菜淡得像水煮鱼，不加调味，连酱料都扔掉。撑了半年，他开始疲倦，没胃口，记性变差，半夜老抽筋。有次大热天在花园忙完，突然头晕目眩，呼吸困难，直接倒在地上。送到医院一验，严重低血钠，钠浓度太低，导致脑水肿。医生说再晚几小时人可能就昏迷了。各位，钠不是敌人，它是身体的电解质，负责平衡水分，传递神经信号，帮助肌肉收缩。血钠一低，水分会冲进细胞里，让细胞肿胀，尤其是脑神经细胞，所以人会头痛、意识模糊、头晕甚至迷路。钠不够，肌肉就没力，容易抖，心跳可能乱掉或心悸。60岁以后，肾脏调节水盐的能力本来就会下降，饮食再一清淡，加上利尿剂，流汗多，只喝白开水，就很容易掉进低血钠的坑里。初期症状很模糊，只是累、嗜睡、胃口差，有点健忘，但只要一次大量流汗或脱水，几小时内就可能急转直下。如果您或长辈有这些状况，又吃得很淡，请主动去验个血电解质。现在来说一个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悖论，吃太淡反而可能伤肾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解释给您听。当您血钠太低时，身体会启动一套紧急系统，叫 RAS， 简单说就是肾脏以为您快不行了，赶紧分泌肾素，叫血管收缩，把血压拉高，同时命令肾脏拼命留住水和钠。结果是您明明吃很淡，血压却莫名其妙升高了。我遇过很多70多岁的患者，饮食极清淡，照样高血压、头晕头痛，而且肾脏被迫一直加班，肾小管细胞过度劳累，长期下来会纤维化，损伤肌酸酐升高，慢慢走向慢性肾衰竭。这还不止，心血管也会受害，心肌变厚，动脉硬化加速，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都上升。欧洲心脏期刊的一篇大型分析说得很清楚，每天吃盐低于6克的人，跟吃高于6克的人，死亡和心血管风险其实差不多。美国医学会杂志也发现，极低钠饮食的心脏衰竭住院率比适量吃盐的人还高。所以极度清淡绝对不是万灵丹，对长辈来说反而危险。那么黄金平衡点在哪里？答案不是一句话能说完，因为要看您的体质、年龄、生活习惯和正在吃的药。但有几个原则很实用。第一，真正的钠炸弹不是您菜里的那点盐，而是加工食品。一包小泡面就有3克盐，是长辈一天上限的1半。吃2包泡面再加酱油卤味，轻松超过6克。自己煮是最安全的，像白萝卜姜片芥菜汤，完全不用化学调味粉就好喝。第二，
善用天然香料，醋、柠檬、金桔、凤梨、番茄可以提咸味儿，姜、蒜、红葱头、辣椒、黑胡椒能增香又暖胃，很适合消化差、容易胃寒的长辈。第三，学会听身体的话。如果常常疲倦、轻微头痛、恶心、半夜抽筋，尤其是天热的时候，又在吃利尿剂，那很可能是缺钠了。我在台大医院遇过一位70岁老先生，饮食超级淡，每天吃利尿剂，结果头晕眼花，走路不稳，血钠只有126，比正常低了近10个单位。帮他调整盐分摄取后，没吃任何特殊药物，就慢慢好了。第四，大量出汗、拉肚子、呕吐时，光喝白开水绝对不够。您喝2公升水，没补电解质，照样疲劳、低血压、头晕。最后给您一个具体的做法，家里就能做。准备1公生煮、沸放凉的温水，加入半茶匙的盐，大约2到3克，不要用碘盐，味道比较刺激。再加入2汤匙的白砂糖或蜂蜜，大约20到30克。糖能帮助身体吸收盐分，最后挤入半颗柠檬或1颗小金桔的汁，全部搅匀溶解就好。这杯自制电解质液没有防腐剂和化学添加，能帮您预防抽筋、降血压，快速恢复体力。记得全天少量多次喝，不要一次灌完。晒太阳后、园艺劳动后、运动后，或者晚上常抽筋的话，傍晚或睡前喝效果更好。但有3个重点要记住：如果您有高血压、肾衰竭、糖尿病或心脏病，请先问过医生，不能一次喝完1公升，要分次喝。做好后24小时内喝完，没喝完要冰箱盖紧。总结一下，盐用过头了，确实伤肾伤血压，但完全不吃，身体会电解质紊乱，低血压、抽筋、莫名疲劳都来了。平衡才是关键，不是叫您什么都忌口，而是懂节制，看情况调整。从清淡饮食开始，适量调味，多吃蔬菜水果，适度运动，喝够水，心情放平。如果您做家事园艺常流汗，或者常常觉得累没精神，就去泡一杯我教的电解质饮品，这不只是顾身体，更是疼自己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，请点个订阅，按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每支新影片您都会第一个知道。对于日常吃盐的平衡，您有什么经验或疑问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您的互动是我继续分享的最大动力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祝福您和家人都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，晚年生活乐活又幸福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。